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实在的话题，那就是我们对于彩妆品的盲目消费。现在很多女生为了追赶潮流，追求不同的妆容效果，因此会花大量的钱在购买彩妆上。可惜有没有发现，你买回来的眼影盘颜色并不日常，跟着博主试色的视频盲买回来的口红色号，发现在你皮肤上显黑显黄。问题是你每次都会跟着网红测评乱买那些所谓的必备单品，最后有些产品都被你闲置在角落里。我作为几年前也曾经为彩妆疯狂过爱过的人，实属也没资格这么说，但我起码现在是个清醒的人，不在彩妆品上乱花钱。我已经硬生生将自己从彩妆的坑里拉了出来。姐妹们，还是好好涂防晒和学会保养皮肤来得更重要。正所谓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但是如果有机会能重来，我一定不会一头栽进巨大的彩妆坑里。你要知道，现在的彩妆品牌每个季度都会推出新的产品，紧接着下个月你就能看到其他的品牌陆续模仿设计，然后推出差不多包装、差不多功效的产品。你就说说，对于化妆小白来说，怎么能够拒绝呢？而且学化妆是个漫长的过程，你要不停的花钱，不停的将自己的皮肤当成一个画板来测试哪些产品好用和适合。如果能重来，我一定会更加理智的选择彩妆品，我不会再无脑的购入一些根本和自己肤色和风格不符的产品。我在我的频道上呢，已经有很久没有讲过关于彩妆内容的视频。如果一直有关注我的朋友们呢，是知道原来我的皮肤状况是非常的差，所以呢，我也舍弃了大部分的化妆品，也开始了精简护肤。最开始我接触化妆的时候呢，我很执着于各种限量版的眼影盘、口红包装的设计。你们还记得当初这个牌子吗？曾经做过一些节假日的限量款口红，它就是包装设计不同，我记得当时还被抢断货了。尽管它的色号不适合你，但是为了包装大过于一切，还是咬咬牙买回来当个装饰品，放在梳妆台上也不错啊。红橙黄绿青蓝紫各个颜色都必须要拥有。请问除了在特定节日里能用以外，你又不是专门做妆效的化妆师，这些五颜六色的眼影盘还留着做什么呢？现在的彩妆品牌动不动就换个新配方新包装，但效果真的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神奇吗？在我写这个视频稿子，刚好就是 Urban Decay Naked 眼影盘这个时代的眼泪重回了舞台。 The Urban Decay Naked palette is back, you guys. This was my first ever palette. In honor of it being back for a limited edition, I'm gonna do the exact eye look that I would do pretty much on a daily basis. 它曾经也是我众多的前任之一，除了配方和包装的改变以外呢，里面的12个颜色简直是一模一样。所以这就等于了这位前任只是换个形象，但内核还是如此的渣，对不对啊？开玩笑啦。我曾经呢也和爱彩妆的你们一样，会告诉自己，尽管已经拥有那么多化妆品了，还是会为了一些好看的包装，为了能在一些特殊场合上，为了用来收藏去买的产品。我看过一些美妆博主在断舍离，他们都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化妆品真的不常用啊，但是包装好看，我还是将它留下来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在乱花钱，但就是不想承认，还是想为了那份虚荣心留下一些你根本不会去用到的物品。那在彩妆这个类别上呢，很多人都陷入了多就是等于好的误区。不同颜色的眼影盘、五花八门的口红色号和成堆的高光腮红，似乎都在和你说你需要更多才能变得更美。但往往真实情况就是你的梳妆台上装满了过期和未开封过的化妆品，就跟快时尚的服饰一样，过了这阵子潮流风之后，你手上所拥有的化妆品反而你就不想再继续用了。如今的彩妆市场越来越擅长利用消费者的不安全感，彩妆品牌呢不断推出新品来给我们制造焦虑，通过网红的带货能力让消费者觉得不跟风购买就会落后。有些产品呢仅仅在重复上一代的配方和设计，然后它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包装的噱头罢了，觉得自己捡到了宝，但是长时间下来真的会导致审美疲劳。我现在看到一些新出的眼影盘啊、腮红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哎呀，这颜色不都是看起来都一样吗？用上去应该没有多大的区别吧。如果有机会重来，我会通过以下讲述的这几点去重建我的化妆品选择。我希望去做的第一点呢，就是考虑产品的多功能性，选择能一盘多用的产品，比如选择一款既能当眼影又能腮红和阴影的产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呢，特别是对于朝九晚五需要出门上班的人来说，早上你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翻包选择今天用哪个眼影盘，用哪个色号，更多的还是追求日常和方便。其次就是出门旅游，如果你不是专门做美妆
博主，其实根本就无需带3、4盘眼影盘、5、6支口红，就是为了搭配你的不同穿搭。说实话，到头来你画出来的妆容永远都是那一个色系，就是大地色系、红中色系，好吗？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去多考虑妆容的统一性和在出门旅游时的方便性，不会再去买只拥有单一用途的产品。像我拥有的眼影刷呢，它是双头的，这样子我就只需要携带一支刷子就足以。最初在我购买彩妆品时，是不会去考虑自己的需求，也没有认真的审视自己到底适合什么色调的眼影盘、什么色系的口红，买回来的全屏都是哪个是新出的款，哪个是热门款，没有考虑我的肤色是不是适合这件产品。说白了，我就是缺个脑子呗。当时我应该从实际需求出发，而不是追求数量。我曾经拥有过很多支不同色号的口红，最适合我的还是这支红色，也是我每次上镜会涂的颜色。你们看这个品牌标都被我用到称没了。如果那个时候我意识到选择一支适合我的口红比10支盲目跟风购买的色号来得更加重要，千万不要再带着我就是想买回来，万一之后什么场合能用得上这种想法。往往这样的情况里呢，你的化妆品只会变成一次性的使用品，一旦没有特殊场合之后，你再也很难用得上了。在我疯狂沉迷于彩妆品那段时间里呢，我总会时不时幻想着自己可能合适这个颜色，总会想着总有一天我会将这种5颜6色的奇奇怪怪的眼影盘给降服住，能驾驭这些裸色系的口红、粉嫩的腮红，然后会去研究不同的妆容画法。可惜这些就是幻想的泡泡，一戳就破。当我上脸之后呢，就是不忍直视，最后还是会选择日常的经典色系。如果能重来，我发誓真的不会再去买那种只有想象中的自己会用到的颜色，而更多选择的是我真实日常生活里实际会用到的颜色。我花了非常大的代价学会的一件事，就是少在化妆品上花钱，而是去投资在护肤品上，更要学会聪明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在我化妆的那几年来呢，我是个不注重护肤的人，一心只想着自己出门后如何变得好看，这一点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我就是忽略了皮肤本身的保护，那我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啦。我希望更早能知道，只有皮肤的基础做好了，就算你不化全妆也能自然美。最后一点我希望能改变的就是化妆品能买小样和容量少的就买少一点。你几年的时间都用不完一支口红，用不完一盒腮红，也用不完一管液体高光。如果你还是个喜欢测试不同产品的人，这么多的化妆品都可以留给你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如果它还没有过期的话。所以说如果有机会重来，我会选择更少但更好的化妆品，会更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实用性，而不是盲目的追求数量和一些限定款。我会更加谨慎的购买化妆品，选择那些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好啦，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